2003年的夏天，曼彻斯特联队的卡灵顿训练基地，一群世界顶级的足球天才正在进行日常训练。那时的他们星光熠熠，范尼斯特鲁伊、吉格斯、斯科尔斯，每个人都代表着足球艺术的巅峰。然而，一个来自葡萄牙的18岁少年，却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打破了这里的优雅。他叫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度，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 C 罗。他不像队友那样在训练结束后享受着香槟与掌声，而是近乎偏执地给自己加餐。球队练完，他独自留下，对着墙壁练习传球，直到暮色四合，队友去度假，他把自己泡在健身房和冰水浴缸里，雕琢着每一寸肌肉。他甚至给自己的脚踝绑上沙袋，进行带球冲刺训练。队友们觉得他疯了，太笨了，完全不懂得享受足球。当时的英格兰媒体更喜欢报道鲁尼那样充满灵气的足球金童， C 罗那种机械式、苦行僧般的努力，在他们看来缺乏天才应有的潇洒与诗意。但岁月流转，那些曾经被誉为更有天赋的球员，或因伤病，或因放纵，逐渐淡出顶级舞台。而那个被嘲笑只会下笨功夫的 C 罗，却在接下来的近20年里一次次刷新纪录，5次捧起金球奖，成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。直到37、8岁的高龄，他依然能保持着让20岁年轻人汗颜的身体状态和竞技水平。多年后，当记者问他成功的秘诀时，他说的不是天赋，而是我每天都在挑战自己。我不是追逐记录，而是记录在追逐我。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被当代社会普遍忽视的成功真相：决定一个人最终高度的，往往不是那些看似聪明绝顶的巧劲，而是一种近乎于直的钝感力。这种力量是对外界浮躁的隔绝，是对内心目标的坚守，是甘愿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日复一日的下笨功夫。你是否也曾陷入这样的焦虑？人到中年，看着身边有人靠着小聪明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，有人凭借圆滑的人脉关系左右逢源，你埋头苦干，坚信努力就有回报，可到头来却常常越忙越乱，越急越慌，总觉得自己没摸到那个成功的法门。我们这个时代太推崇快了，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，10分钟读懂一本名着，30天实现财富自由，无数的信息和诱惑都在催促我们去寻找捷径。我们害怕落后，害怕自己不够聪明，害怕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别人。但我们恰恰忘了，所有坚不可摧的成就都不是空中楼阁。正如 C 罗用20年的自律告诉世界，真正的强大是从最朴素最枯燥的笨功夫中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。而这种智慧在100多年前的东方，被一位看似资质平平的读书人演绎到了极致。他就是曾国藩。历史的笨功夫，收起傲气，才能装下整个世界。翻开曾国藩的传记，你会发现他年轻时跟你我一样，是个浑身带刺的愤青。中了进士后，更是傲气冲天，觉得自己才华盖世，看谁都不顺眼。在京城当官，他跟同乡好友闹翻，当众指责同事的不是，甚至连皇帝的面子都敢驳。结果呢，自然是四处碰壁，被整个官场孤立。那段时间他痛苦迷茫，直到他在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中猛然醒悟，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之败。他这才明白，那点可怜的才华在真正的世事洞明面前不过是萤火之光。从此他开始下戒傲的笨功夫。他给自己立下规矩，不自夸本事，不揭人短处，不推诿过错，不因才华而目中无人。这看似简单，实则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去克服人性的虚荣。即便后来位极人臣，权倾朝野，他依然用日中啧啧。
月盈则亏这句古训时时警醒自己。临终前，他留给子孙的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一个刻着"迟岁"2字的木匣，里面放着一本自省录和几枚铜钱。他的用意深远，麦穗越是饱满，头就垂得越低。人越是身居高位，越要保持谦逊。这份桀骜的笨功夫，看似让他失去了锋芒，实则为他赢得了整个世界。因为收起了商人的傲气，他才能团结起一大批当时最顶尖的人才，如左宗棠、李鸿章，共同创下同治中兴的伟业。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。前几年，我还在江西赣州做摄影剪辑师，当时我对自己的技术颇为自负。2023年2月，我剪辑的一条关于赣州客家文化的短片意外火了，一些媒体前来采访。当被问及创作心得时，我几乎脱口而出，这都是我自己熬夜琢磨出来的。就在话将出口的瞬间，我想起了曾国藩桀骜的故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改口说道：这份小小的成绩，离不开团队的帮助，他们帮我搜集了大量珍贵的素材，也离不开合作方的信任和建议，他们对客家文化的理解给了我很多启发。更重要的是，赣州这片土地本身的文化魅力，我只是个记录者。没想到，这番话辗转传到了合作方的耳中，他们不仅没有因为我的谦虚而看轻我，反而觉得我这个人格局大，懂得感恩，更愿意与我深度合作。后来，我们又联手打造了3个颇具影响力的文化项目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，有本事的人都自带傲骨，但真正能成大事者，必先除掉傲气。傲骨是内在的坚持与原则，而傲气是外露的尖刺与浅薄。当你愿意像饱满的麦穗一样低下头时，你看到的将是更广阔的土地和天空。这份看似吃亏的笨功夫，恰恰是最高明的立世之道。2. 成事的笨功夫，最快的路往往是那条最远的路。说到笨，曾国藩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。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，他小时候在家背书，背到半夜都没背下来。一个潜伏在房梁上的小偷，本想等他睡着后行窃，结果听了几遍，小偷都会背了，他还在那里磕磕巴巴。小偷实在忍无可忍，跳下来对着他一顿臭骂：你这么笨，还读什么书？然后把文章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，扬长而去。这段近乎羞辱的经历，换作常人或许早已心灰意冷，但曾国藩没有。他深知自己天资鲁钝，于是便用最笨的方法去弥补：勤奋。梁启超评价他是千古第一笨人，但也正是这份笨到极致的坚持，让他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农家子弟，一步步成长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中兴名臣。他的成功完美诠释了老子中的那句大巧若拙。那些看似最慢最笨的功夫，日积月累，终将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，不仅适用于财富，更适用于人生的任何领域。2023年4月，我决心转型，开始尝试写作。一开始，我写得又慢又差，呕心沥血写出的书评发在公众号上，阅读者寥寥无几。那种挫败感，和我当年刚做剪辑师时，因自负搞砸了重要项目如出一辙。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根本没有写作的天赋。就在我准备放弃时，我想起了曾国藩那个被小偷嘲笑的故事。我对自己说，他那么笨都能成事，我为什么不能试试笨方法？于是我给自己定下规矩，每天雷打不动，精读1小时书，写300字的读书笔记。不管多忙多累，哪怕写到半夜，思路枯竭，也绝不中断。起初的日子极其煎熬，300字常常要磨蹭2-3个小时，写出来的文字自己都看不下去。但我咬牙坚持着，把这当成曾国藩的日课来完成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的思考开始变得有条理，下笔也流畅了许多。
坚持到同年10月，我的一篇书评偶然被一个大平台转载，一夜之间涨了几千粉丝。紧接着开始有出版社编辑联系我，邀请我写推荐语。那一刻我百感交集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走不通的路，只有不肯下本功夫的人。我们总想着找到那个一点就通的武功秘籍，却忘了所有绝世高手都是从最基础的马步开始。星号，别再羡慕那些一夜成名的神话，那背后是你没有看到的无数个日夜的笨功夫。星号，你走的每一步，哪怕再慢再笨拙，只要方向是对的，时间终将为你加冕。3. 处事的笨功夫，守住本心是最高级的精明。人活于世，免不了与人打交道。如果说立事靠谦逊，成事靠坚持，那么处事的最高智慧，则是守住那颗不被外界污染的本心。曾国藩身处晚清官场，那是一个腐败丛生、人情复杂的大染缸，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份笨拙的清醒。他常说：说人之短，乃护己之短；夸己之长，乃济人之长。意思是，那些热衷于议论别人缺点的人，往往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足，而那些不停炫耀自己优点的人，内心深处其实是嫉妒别人的长处。因此他无论在何种场合都谨言慎行，不轻易脏批人物。每天清晨他都要对着镜子整理衣冠，同时反省前一天的言行是否有不妥之处。这份笨拙的自省让他在波诡云谲的官场中始终能保持清明的判断，避开了无数的明枪暗箭。当他手握重权时，无数人想走他的门路，谋个一官半职，他却给家里反复写信，告诫子弟绝不可存靠我当官发财占便宜的心，凡事要靠自己，踏实度日。在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，他的这种六亲不认无疑是极其笨拙的。但正是这份笨，为曾氏家族奠定了清白家风的基石，使其后代人才辈辈出，避免了富不过3代的魔咒。这份守本心的笨功夫，我也曾亲身践行过。2022年11月，我接到一个酬劳颇丰的企业宣传片项目。在剪辑过程中，客户提出希望我能为产品的数据做一些美化，添加一些虚假的测试结果，并承诺给予额外的奖金。说实话，我当时非常心动。那笔钱对当时的我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但我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拉扯。我想起了曾国藩守本心的教诲。经过一番天人交战，我最终还是拒绝了客户。很抱歉，数据不实会严重误导消费者，这违背了我作为内容创作者的原则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客户当时很不高兴，取消了合作。我一度非常懊悔，觉得自己为了那点可笑的原则，丢掉了一笔大生意，真是笨到家了。然而几个月后，那位客户又主动联系到我。原来他后来找人做的那版美化过的片子，因为数据造假被用户举报，引发了不小的公关危机。他懊悔地对我说：当初是我短视了，现在看来还是你最靠谱，以后公司的所有影片项目都交给你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建立了长期而稳固的合作关系。我失去了一笔快钱，却赢得了一份无价的信任。我终于明白，星号处事最高的精明，不是投机取巧，而是笨拙地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原则。星号因为诱惑和捷径往往是陷阱的伪装，守住本心，看似走得慢，却是唯一能让你走得稳、睡得安稳的路。从 C 罗的汗水到曾国藩的墨迹，再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挣扎与抉择，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。这个世界终将奖励那些下本功夫的人。曾国藩书中有言：坚其志，苦其心，劳其力，事无大小，必有所成。人到中年，我们最大的焦虑或许不是一事无成，
而是看着别人的成功，不断怀疑自己所走的路。但你是否静下心来想过，你急于追求的那些厉害，那些让你焦虑的成功，其实就藏在你日复一日的坚持里，藏在每一次拒绝诱惑、守住本心的选择里，藏在每一次放低姿态、虚心求教的谦逊里。从今天起，请允许自己笨一点，少一点对捷径的幻想，多一点对目标的长情。像 C 罗那样，把训练场当作唯一的舞台；像曾国藩那样，把书桌当作修行的道场。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日课，可以是1小时的阅读，可以是500字的写作，可以是一段代码的敲击，也可以是与家人一次高质量的陪伴。然后带着一种钝感力，屏蔽掉外界的喧嚣与质疑，只专注于眼前的每一步，不必焦虑，不必慌张。时间是一位公正的雕刻家，你付出的每一分本功夫，